过渡经的这样的道理呢，口头上说了很简单的，但实际上要做到，尤其是长期的要对着自己的烦恼，而真正这个体现的话呢，我虽然站在讲台上，但我经常反观自己的时候，觉得非常惭愧啊，确实不值得就是跟大家这个讲，因为我们这里的很多人这个学得非常好，修得非常好的。那这样的话呢，一个人在这里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是跟生命一样宝贵。每个人来讲是都有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在做，所以一个人在这里夸夸其谈耽误时间是非常不值得的。康夫你好，听过你的开始，然后我突然之间，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很久，就是你说的。我们这个世界很不清净，是因为我们有贪欲，有无明，这个我是非常赞成。但是很无奈的是，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的烦恼障，而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是我们的所知不多，这是所知障的问题。就是事情发生了，我们去从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求一个解决方法，但是因为我们智慧不够，我们不能预见后果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现在这么很不清净，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本身的无明，但因为另外一半可能是因为我们根本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可能跟我们的贪欲、跟我们的劣根性可能没有关系。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就请你开始。我们其实现在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修行啊，跟这个应该说这个烦恼障、所知障、障碍，其实有时候是有一种对立的。如果严格说，烦恼障呢，在七底的时候就是会断掉的，而所知障呢，就是从八底到十底。所以我们按照宝训论和按照这个弥勒菩萨的有些论点的观点来讲。这个断除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呢，就是有这个界限的。因此，我们凡夫人呢，就是什么障碍都有，还根本提不上什么这个所知障。所知障是很那个细微的一种这个障碍。但是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为什么经常有一些这个造恶业的这种机会就非常多？而心慈善法呢，就是极其的这个微弱。其实一方面，佛陀早就在这个佛经里面讲，现在这个世界呢，越来越魔法。越来越魔法，这烦恼我们经常讲我主恶事见解主烦恼主人的见解越来越低劣，烦恼越来越这个强盛，时间就是越来越恶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确实这个心经过渡经呢很难这个呈现的。但是我们从本体上讲呢，确实，尤其是我们一个修行人，就是真正去修的过程当中，到了最后的时候就可以就是完全是这种清净的这种。这个境界是可以这个出现的就这是历代的高僧大德的传记呢，就是也可以这个印证。通过我们自己呢短短的经验当中的一些修行对佛教的这个认识呢，我们有把握，就是确实，只要我们好好的这个修持的话呢，我的这个烦恼这个慢慢会这个就减轻的，而且这个世界呢就是变得从自然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越来越美好的。但是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学通信工程系的刘方坤同学，那么他有一个问题，那我这里就代为转达一下，就是顶礼大恩上师，请问上师传统的生命分类是动物、植物、微生物，就说微生物中的细菌和病毒是不是有情呢？如果是，那我们所做的吃药消毒是不是也成了杀生？那应该怎么样对待和处理呢？是这样的，我刚才就讲了，其实我们的植物如果承认有生命的话呢，这是佛陀在《楞严经》里面讲的，就是这是歪倒的说法。现在很多法师和有些人呢，经常讲。植物也不能吃动物的肉，一模一样的这种说法是，你们可以看看这个《楞严经》里面就是讲这是歪倒的这个说法。
然后我们动物的这个生命呢，刚才讲了就是无云啊，就具足无云的这种生命呢，就是叫是真正的生命。然后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的一些细菌啊，肉眼看不见的，包括我们在这个水里面的一些这个很小很小的这些细菌虫类啊，那么这些我们如果损害的话呢，有没有过失呢？没有过失的。佛陀跟这个阿难尊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次阿罗汉就是在那个水，就是这个摇水的时候，用这个阿罗汉的这个眼睛看见，就是水里面全部都是虫啊。就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阿罗汉的眼睛呢，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显微镜一样，就是完全看得到，有特别多的细菌啊，就是特别多。后来呢，就是他都不敢这个喝，就是看怎么样，就是问这个佛陀，佛陀说我以我们的这个肉眼这个为准啊，以肉眼为准，我们看见这个小的这个一些这个小虫的话，那就是不能踩死，就是如果踩死有过失的，而我们看不见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佛陀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个过失。所以关于这样的深深的因果道理的话呢，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想象去做，应该说是依靠这个佛经的依据来进行取舍，就这是智者的选择。因为大安上师三宝，我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我想请教那个上师，就是说，我们如果通过这个在这次这个一点点的积累功德和修行，如果能够带业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们现在身处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的清净净土沙土，可是我们依然是满目瓦砾。那如果我们带着这种并没有完全断食的这个我执我慢，哪怕来到净土世界，我们是否还是有可能满目依旧是瓦砾？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佛者这个三转法轮的这个明空无别之境，明净到底是怎样的境界？然后既然是明空无别，为何又要一明一空，一明一明？谢谢上师天使。你们一直鼓掌，这个回去的时候手都会痛啊。刚才说的单业往生，其实单业往生呢，我也前一段时间刚刚讲了这个净土就是这个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有讲了那个菩提牛之所翻译的这个宝积经当中的这个无量慧如来，也就是说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我还没有讲完。我在讲这个净土经的过程当中呢，就都发现我们娑婆世界当中的众生呢，就是可以这个带业往生。但对于带业往生呢，就是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和自己的这种心性力。然后到了极乐世界之后的话呢，那么就是依靠这个佛理，依靠就是这种这个自己的发愿力。然后整个极乐世界呢，所有的包括这个大地什么这个黄金为地就是七宝和五宝六宝这个现前的各种清净的现象呢，就是顿时这个现现的。然后在极乐世界听到阿弥陀佛的这种这个教言之后的话呢，就是逐渐就是获得了这个一地菩萨。有些是到了极乐世界就获得一地菩萨，有些呢就是还没有证实，但是到了以后的话呢，都是不推转过位。所以应该就是通过这样的这种方式来这个娑婆世界，就离开娑婆世界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应该这样可以理解了。然后我们说这个明空无别的这种境界呢，其实在真正的这个神意当中呢，就是明就是空，空即是明，也就是说我们心经里面讲摄不异空，空不异摄，这是释迦牟尼佛二转法论的一个教义。二转法论里面呢，并没有提倡就是说这个明就是只是这个说的是这个摄摄不异空，空不异摄。然后到了第三转法论，尤其是在密宗这个十轮金刚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原来的这个色呢，就是其实是我们光明这种这个现象。在这个时候，按真实的境界当中，明和空是无二无别的。但是在我们这个体现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呢，就是它有一种这个明分就是明分。这种明分呢，并不是我心里面就分别念所想的，也并不是我用语言来所表达的，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这是用文字上就是可以直
只有这样来这个描述。大师你好，我是中文大学经济系的硕士，我叫史婷。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师提到环境保护，我很关注环境保护，但是有一次看焦点访谈的节目，那个一经发菜的挖掘，它要就是损毁掉很多地皮、草皮，但是真正亲手去挖掘草皮的人，他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只有2毛钱一斤。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对于一个他都没有机会吃饱和受教育的人，我们跟他说环境保护，他去怎么理解，他去怎么接受？那么，所以就到了第2个问题。第2个问题，大师他看到很多人，他会很心痛，因为这个人他不知道自己有前世，不知道自己有后世，所以种下了很多业。所以就好像有一个糖尿病的人，我告诉他不要去吃糖，不要去吃香蕉，我真的很希望他做到，但是他不听我。所以这个时候，在我真的觉得我是站在正确的这一边，不管是对我的亲人还是对一个陌生人，我真的很想帮他，但是反而会引起对方的不愉快，或者是困惑，或者是苦恼。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坚持，还是说再思可以，也就是说，我跟他说了第2遍就已经够了。就是说，接不接受是他个人的悟性和他的缘分的问题。谢谢大师。你问的问题很好。第一个问题呢，确实我们这个环境保护包括今天这个重大当中的有些老师和学生也讲了，其实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现在在世的话呢，就是他也站出来关心我们现在的环境问题。佛经里面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环境保护呢，有些人认为是并没有说，但是呢，就是我们就是讲的这个毗拉耶经当中毗拉耶经是佛陀对这个小乘的这个新人呢，就是做的这个开始，在这里面呢，的确也就是讲了很多的我们现在包括就是对这个草木的不能损害对这个比如说出家人的戒律里面呢，对干净的这个水里面就是不能就是大小便，对这个清净的草地上呢，就是不能就是染污，包括我们这个看树就是挖地就这些都是有很多的这个戒条。学过戒律的人呢，都知道原来呢，佛陀就是不仅是对动物的这样的这种保护，还有我们的这个环境保护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开始就有这个很明确的这种制定。因此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在藏地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藏地呢，就是其实是不仅是我们对这个人类文化呢，就是有一定的贡献，而且包括这个非常干净的水在世界各个来讲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资源，就是大多数都来源于雪域高原。但是我们藏地呢，因为很多的这个文化素质都比较低，他们这个真正的一些思想以教育的话呢，就是各方面的条件没有这个成熟，所以刚才你所讲的一样，有一些偏僻的地方呢，可能为了就是自己一点一滴的这个小的利益呢，可能毁坏就是环境这个破坏的这个现象呢，也是这个蛮严重的。包括在汉地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也是这种这个现象是比较多的。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家都是非常这个关心这个环保。我个人来讲，也是这个非常这方面有这个兴趣就是对这个环境保护和环境保护生命我就最觉得是如今呢，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呢，就是也应该让这个付出自己的微薄之力的做一些事情的话呢，环保和这个保护生命这2个是当务之急，非常这个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这个看到就是佛教呢，就是其实对这个环保确实是就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完全是不相同的。比如说我们佛教的这个寺院呢，就是全部都是在这个青山这个绿水边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寂静幽静的环境里面。很多人到了这个寺院以后呢，就感觉就是自然而然对这个环境呢，就是被这个吸引着。还有包括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从一生的故事来讲呢，就是对生命就是有一定的
这个关系。我经常在想，佛陀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临毗尼花苑啊，就是释迦就在这个无有树下面，在树下呢就是降生的。然后佛陀这个舍弃王位以后呢，就是在尼兰刹呢，就是在尼兰刹河的这个旁边，就是在树下呢就是苦行这个6年。然后佛陀这个成道的时候呢，就是在菩提迦叶，就是在这个菩提树下就是成道的。成道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转法轮呢，就是先去这个鹿野苑，就鹿野苑，按照我们的这个印度的语言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有很多的这种鹿群的森林当中就是在森林当中转法轮的。那最后实现涅槃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在这个梭罗树下面就是实现涅槃的。所以佛陀整个从降生到最后实现涅槃呢，全部都是对这个森林这个有关系的。他并没有就是当时这个采取一些像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可能印度当时的不一定有现在的钢筋水泥的结构，但是呢，他并没有在其他的瓦房就是其他的里面，就是全部都是跟自然的这个界就是有自己的一生，就是有这方面的关系。正因为这样的缘起呢，我们这个不管是藏地、印度包括这个汉地的历来的这些高僧大德呢，最后在成就的时候呢，大多数都是在这个特别寂静的这个森林当中山洞里面呢，还有呢就是非常优美的环境当中所以呢，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就是应该说这个环境保护就是非常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依据就是有很多的依据。然后你刚才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问题是知道，我现在想起来了。你第二个问题是你对这个可能从你的表情上看呢，确实你承认这个而且就是你很关心就是人类的这个前世今世的真实存在，然后也很想帮助这个身边的人。可是身边的人呢，可能大多数的人跟我们这个藏族人不相同的。你们在汉地的话呢，大多数的人的身边呢，自己的亲朋好友很多人都不信佛教，然后劝他们学佛，劝他们信因果的话呢，非常的这个卖力，就很困难的。而我们藏族的话呢，基本上现在个别的一些年轻人呢，还是被这个西化了，被汉化了，就是有些的是不信因果的人呢，还是比较就是有极少数的，就是12这个发现的，但大多数的99%的人呢，都会这个信因果，甚至在他们家里面有一个出家人的话，绝对是家里就是非常的荣幸，就是很光荣，就是这样认为的。然后在我们刚才你所问的这个问题呢，我绝对是你说一次两次就然后随缘而去，就不管它了，不应该这样的。佛陀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有一次就为了调化一个人的话，那就是他在千百万年当中不断的去努力就为了调化一个人千百万年当中，因为当时的人呢就是数这个1万年以上的不是1年、5年、10年、8年一辈子，不是这样的，千百万年当中呢，他为了就是一个人的相续当中种下善根的，就如此的这个努力。所以呢，我在想，我们这样这个不断的去功夫，不断的下功夫，不断的努力的话呢，总有一天呢这个人呢就是会心之散发的。包括我们在这个佛学院当中呢，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不信佛教有些他的这个孩子读了大学以后，在学院里面出家了，出家以后他父母非常反对，不信佛教，但后来他的这个孩子呢，就是不断的跟父母就是再三的说，2、3年以后的话呢，就是慢慢后来父母也过来这个出家，就这样的事例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有一个人蛮有意思的，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孩子在那里出家，就是他拿着道着这个罪就是说，要么是我杀你，要么我今天你出家的话，我自己自杀。然后当时我们很多人劝他，就是不要自杀，就是怎么样，后来勉强就是回去了，就是再过了5年以后的话呢，就是不用道子，他自己来就是出家了，就是现在他这个就是他和他的这个孩子都是在这个当一个非常亲近的出家人，就是所以我们人的有时候的这个见解有时候的一些行为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就是大家就是可能共同需要这个下功夫。上师，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的翁
燕梅同学呢，他就问到，就是说，在现在商业经济当道的社会下，如何看待环保与消费的对立矛盾？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生存的压力就是越来越重，而这个生活不足呢，就是越来越快。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的话呢，可能我们跟这个消费跟我们的这个环保呢，就是有时候是有对立冲突的这个事。但是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有一个生活观，佛教的生活观。佛教的生活观呢，不提倡就是特别的色策啊，就是特别的富裕，也不提倡呢就是像那个乞丐一样，就是完全就是没有吃的，没有穿的。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有些人说的一样，没有钱就是寸步难行啊，也有这种观念。但是佛教的生活观呢，应该有了基本的这个生活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有一种知足少欲啊，就是我不是特别的这种欲望的去这个奢求啊。在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呢，不要这个人们都是为了这个竞争而活着。现在我想大多数的人其实是并不是有些是需要的，但是为了竞争，因为他有好的房子，我要买一个好的房子；因为他有好的轿车，我要买一个好的轿车。如果我没有车的话呢，跟我的同学、跟我的同行当中呢，好像我太不及拖拉，所以呢，我一定要就是跟他这个比啊，就是在这样的人活得很累的。所以我觉得人呢，就是应该基本上让这个自己的根据自己的福分，让满足自己的要求，在这样的时候呢，活得就是比较这个开心的。在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消费啊，你的整个这个生活呢，就是不会有大的这个冲突。还有呢，我们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一些环境包括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人们过多的一些，包括电啊、水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浪费。这些浪费的话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以前去过这个新加坡，新加坡呢就是在这方面的概念应该是很好的。但最近我在香港就是看到白天晚上所有的这个高楼的灯都是亮着的，就是我在思考，就是晚上大概是2、3点钟的时候看到，就是也是电全部亮着的，就是那如果是人全部睡完了，就是这些都空空的，再这样就是住的话，那好像有点这个可惜，就是也许都是可能就是上夜班，就是但很多问题呢，我们要值得这个思考。上师你好，我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电子系。之前和另外一位居士在色达见过您，所以想关心您，请问现在身体好不好？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之前问过大师一个问题，然后上师答案就是，然后就是想帮助这个世界。我也希望能像大师一样帮助这个世界，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做。比如说我学电子的，我想钻研科技会有帮助吗？如果会有帮助的话，科技带来的一定是有利也有弊。如果没有帮助的话，怎么做才可能去对这个世界有益处？谢谢大家。我想不管是这个学电子还是学其他的这个科技啊，其实人的这个心确实是很重要的。如果心里面有这个相信因果的观念，帮助这个众生的这样的这种信念呢，那这样的话呢，随时都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机会，无论是在家人、出家人都可以。如果我们的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全是围绕自己、自私自利的心特别强的话呢，无论是你是学佛的，包括我们这个出家人，虽然穿着这种衣服了，但是呢，我如果内心当中一直存着的是自我宣扬、自我的一种这个为中心以外呢，就是根本没有想到佛法，没有想到这个众生的话呢，可能是这个就根本算不上任何的这个佛教徒。所以你的这个专业也好，你以后的道路怎么样呢？就是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每一个人，无论是在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当中，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呢，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一颗心呢，就是不能这个改变的我们的这个利他的心，就是放在首位的话呢，那么人从实践的角度来讲，自然而然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前途会光明的。
如果任何一个人就是每天都是想着自己的话呢，逐渐就是社会对他的这个认可各方面的这种行为呢，就是可能会对落后的，不一定是有进步的。上次有一位这个香港城市大学会计系的毕业生，那么他说呢，他自己呢是佛教徒，但是回答不了身边朋友的问题。那么身边的朋友呢就会问他，就说佛教徒用很多时间于念经上，又说念经可以帮助别人。那么他的朋友就问，为什么不将时间用于实际帮助别人呢？而念经的话，究竟如何帮人？只是口头念念就有功效吗？这个其实我们实践当中的怎么说？他如果是一个学佛的就是大学生的话呢，我觉得还要这个学习佛法。如果学习佛法以后呢，就是作为一个大学生，应该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学佛的佛教徒的问题呢，就是可以回答。这个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希望他还要不断的这个学习。第二个呢，实际上人们如果认为念经就是让这个解决问题或者是帮助的话呢，那么为什么亲自不帮助？这种说法呢，我觉得是这个提问题的人呢，就是可能对佛教不一定是很了解的。其实我们佛教呢，并没有说是念经以后什么事情的100%就是全部都让这个解决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实践的一个中医实践的这个中医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也不敢就是说这个100%，就是他如果这个依靠中医来就是治所有的病，就是我没有说过。但是我们不能说是你既然是这个中医的话呢，那么为什么是依靠你这种方案来治？就是你为什么亲自不帮助这个其他的众生的话呢？那每个众生的病呢，就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念经来对治，念经来帮助众生的话呢，有它的一个专项。但是这个呢，提问题的人可能就是并没有详细的这个思维。所以说呢，我觉得实践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类似的就包括我们这个佛经和佛教的这些利益的话呢，我们并没有说这个100%，但是确实是通过这个念经以后呢，包括我们自身呢，我自己的经常这样的，我自己生病呢，自己有时出现一些违缘的时候，我赶紧这个交钱，就是让僧众呢，就是念经以后的话呢，也许不信佛教的人认为是我可能迷信的，但是我对这次是深信不疑的，就然后我的这个身体呢，就是马上就会好的。就刚才你说身体不好是谁？你还是我？怎么说？刚才他说是他吧？不是另外一个人说。还有一位，对，问那个上师的身体。好，身体蛮好的，没不行。上师呢，就是有一位施主说，我信仰佛教，并觉得爱情是无常的。爱情是什么？无常的。无常。爱情是无常的。对恋爱呢也没有太大兴趣。要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婚姻的基础一定是爱情吗？我觉得要不要结婚呢，看他的个人这个决定。我作为一个出家人呢，就是决定是可能不太合理的。但是我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婚姻也好，爱情也好，其实我们这个佛教的教理来讲呢，是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结婚之前的话呢，就是人们的这个大多数的年轻人就是觉得这是一种向往，这是一种这个快乐的开端。但是当真正从我们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当你结婚以后的话呢，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你自由的钥匙呢就是已经交给对方了，然后从此之后呢，就是把你已经困在这个一个就无自由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大多数的人们呢，把它当做这个快乐，把它当做这个幸福。所以这是一个佛教的这个
观念。当然，从实践的话呢，有实践有它的另一种这个解释方法。这种解释方法呢，我相信你们在座的，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都有经验，就是让他们来回答。上次这里呢，有一位初中生，他说呢，顶礼大恩上师，我是个初中生，将来呢想学医，但是在学医的课程中要做很多的动物解剖，请问上师这样有没有杀生的过患？感恩上师开始。肯定有。有一位施主说呢，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现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访学，从事近代上藏传佛教的传播研究。那么，能否请您简要介绍现在汉藏佛教交流的情况？谢谢。我是这样想的，现在我们这个尤其是从20年代开始，汉地的很多的高僧大德、知识学者就去这个藏地，就进行学习。现在我们在藏地很多寺院里面有很多学者就是在进行探索研究的，然后也有很多藏地的这个高僧大德，也去藏地、汉地，包括我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也来过香港，在那个时候的开始，我们当时这个我跟上师去美国的时候呢，住在这个白玉中心就从那个时候的话，我们都发现就是这个香港就是比这个大陆就是很这个开放的这个接待很多尼泊尔包括这个印度的一些藏传佛教的这个高僧大德，在这里呢，就是一直建立就是有很多的道场就当时我们都觉得是非常的随喜。中国大陆当时的时候还没有，就是我去这个第一次去的时候90年当时我感觉到在这里就是有很多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基地，大家都在这个互相学习，因为藏传佛教确实有很多非常完整的体系。那这样的话呢，互相这个沟通。那后来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藏地的话呢，也有许多的这些出家师傅就是包括这个北京这个高级佛学院，还有呢就是在北京大学这边呢也有很多的藏传佛教，就是刚才我们这边的有些这个汉传佛教的师傅也在那里读这个博士生然后我们这个藏地的一些这个学者呢就是也在那里就是读书从各方面的这个教育呢，就是应该是越来越在这个佛教上面呢，就是有这个密切的这种这个交流就是我相信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呢，就是其实这个空间就是越来越小佛教的这种包容，佛教的这样的一种互相的这种团结呢，就是很有必要，就是在我们这个不管是台湾也好，这个香港也好，大陆也好，就是大家都是非常的一种这个接融这次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文大学的这个论述就是研讨会上面的话呢，也有这个南传佛教、藏传佛教这个汉传佛教而且呢就是有各种这个不同的这些文化体系的人都有。那么以后我们还有必要呢，就是跟这个其他的就是各个宗教的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基督教包括我们的这个天主教还有这个道教就是其他。我在汉地的时候呢我自己是学藏传的，但是呢我对所有的真正的这个佛教呢就是很尊敬，真正的其他的这个宗教和传统文化呢，我也非常的有这个兴趣的有兴趣。那么这是一方面是我们这个人类呢，就是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这个价值所以我这次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文大学这样的这种非常包容的、非常开放的一种这个心态呢，就是对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种服务和对世界文化的一种
这个看待的话呢，就是很这个碎细就包括我们无名佛学院的话呢，我在想这个当时我们法王如意宝净面盆座法王，他是很有远见的。他在80年代的时候呢，第一次就是说要去这个五台山就是87年的时候，87年要去五台山。当时去五台山的话呢，基本上藏地的这个高僧大德去汉地的这种这个传统都没有，现在特别多，现在也有好的一些高僧大德，也有一些以藏传佛教的一些冥想，就是行为不太好的也有很多。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汉地，包括我们香港、台湾的话呢，以前我去台湾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说法的，说是仁波切的话呢，有些人说是这是好仁波切还是坏仁波切，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包括现在这个在汉地的城市里面也确实是有这个有好的有不好的。就是汉传佛教当中呢也有，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有，就不仅仅是我们佛教团体当中，包括基督教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个思想体系，就是包括这个现在政府官员当中呢也有好的不好的，有些腐败的，就是比我们佛教都更糟糕的，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是我想人类这样存在的话呢，就是真苦是相对应的，就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我们在那个时候87年的时候，法王如意宝去汉地就去汉地的话呢，就是当时在佛教上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交往然后呢就是去五台山，从此那个时候开始呢，汉地的很多的这个学员呢就是纷纷的以我们这个无名佛学院为主的就是各个地方呢就是参访的比较多的。然后当地的这个学者呢也互相交流，现在应该是有很多方面就是互相了解、互相学习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人类呢就是应该有一种非常和平的、民主的、就开放的这样心态的话呢，那么就是人就是非常这个就是束缚就是很快乐的。不要现在个别的一些佛教徒的话呢，我只接受我这样的，而不欢迎就是其他的任何宗教，就是那这样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藏传佛教呢，对仙宗、对密宗、对任何的教派是非常的这个受欢迎的，包括我们佛学院呢。就是对汉地也好，对南传佛教任何的宗教，只要是非常合格的、合理的话呢，都欢迎就是都欢迎。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中文大学的这个思想理念也好，我们包括这个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的这种思想理念呢，也值得非常这个随喜的。但是呢，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王林同学呢，他就问，请教参部，您讲显教、密教对心净国土净有极为甚深的意涵，可否请您简要的开示？感恩。其实我刚才极为简略的开始呢，就是第一段话里面的是已经讲了，但是再次补充的话，其实心净国土净呢，我们在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定解宝当论，定解宝当论里面呢，通过一个比喻来阐述比如说1万岁1万岁呢，地狱众生看的就是这个是铁髓，恶鬼众生看的就是这个是龙血。而旁生和我们人类看呢，就是只可的，就是一个清凉的这个水就清凉的水。而一些成名者和这个天人看的话呢，这是一种这个清净的甘露清净的甘露。还有一些更高的，就是像一些这个八地菩萨以上看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这个清净的一种光明而佛陀的这种智慧面前的话呢，它是远离一切细论的，就是这种大光明的这种象现的。那这样的话呢，为什么说我们100岁1万岁100岁，在每一个众生就是看到的都是不同呢？其实是从这理上看呢，就是这个岁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清净的应该是清净的。如果岁的本体是不是清净的话呢，那么就是比如说地狱众生看的是铁髓，恶鬼众生看的是龙血，那么铁髓上有没有龙血的分子或者是原子或者是它的这个颗粒子，用我们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应该说是地狱众生所看的是非量，就是不合理的。
而欧贵宗是看到是正确的。那么这样一层一层上来的话呢，那么这个佛陀所见到的是最这个清净的、最真实的。这是显宗和密宗的这个巧诀啊，结合起来说的话呢，这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对100岁的这种这个观待，包括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的话呢，其实一个凡夫人修正特别不好的人呢，他看到这个是非常这个乱糟糟的。比如说一个人他自己处于一种嗔恨性的状态当中，心情特别不快乐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香港的话呢，就是他就觉得脏乱差，就这里的我以前遇到过有一些问那个香港的说啊不行啊，这里是太自由了，太乱了，如果就是讲很多的这种不好的事情。如果他这个心地特别清净的人呢，看这香港的这个整个国土呢，就是很壮。更清净的人看呢，就是他完全的是没有现在我们娑婆世界所看到的这种这个烦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我们如果有时间就是带于这个精心去观察的话呢，每一个这个外境呢，就是确实是有自己的这个内心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这个关系呢。就这是通过这个显宗和密宗的一些理论，就是相结合起来的话呢，得出的结论是我觉得非常简单，尤其是我们密宗里面。有这个大圆满的一些这个见解啊，就用这个见解的话呢，就是不用很多的这个语言，就是通过自己的自信，就是对外境的这种认知，然后呢，就是觉察到就是它的本体是到底是怎么样。50岁马上万马，还能清净的岁。那么堪布这里有个问题呢，就是说，请堪布以佛学来解答一下生命的起源。这个是应该一位叫姓霍胜坤的同学问，请开始。其实这个生命的起源呢，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很多人呢，以前就是学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然后呢，就是突然就是人这个冒出来了，就是这个是对人类社会啊有很大的就是。当然这样说的话，也许有些人是不认可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众生就是突然就是像地里面就是产生蘑菇一样就是起来了，然后这个死的时候呢，就是火什么灭了一样，水干了一样的话呢，这是对我们的这个生存意义和价值观就有很大的这个损害。所以呢，包括有一些基督教的人呢，就是对说这个达尔文到最后72岁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这个后悔，就是自己所承认的这个论点呢，就是已经这个忏悔过很多次有这种说法。因此，我们按照这个佛教的观点的话呢，12缘起论当中就是生命的这个起源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无始以来的，就是每个众生呢，就是漂泊在这个轮回当中，而生命呢，就是没有这个开拓，就是一直是漂泊到这个现在。而最后，当你这个成就，当你不需要转轮回的时候呢，就像是这个这个种子呢，就是被火烧了以后再不会产生一样，就是从此之后这个生命呢，就是转成一种这个智慧，就是这叫做是按照唯识人的观点的话呢，就是叫清净的转移。因为他上次弟子是台湾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然后想请示大家上真的是，就是如果弟子暂时不能去学院追随你出家的话，在就是像台湾台北这种大城市里面，可能没有僧团可以这样，尤其是就是说藏传的没有这种大的僧团可以依止共住的话，就是说可能就是像在台湾在台北市的一些藏传的师父，可能他自己也是住在一般的这种公寓大厦里面这样子，然后也是就是跟世俗人这个相处得很密切这样，就环境没有那么亲近。那这样的话要如何护持别解脱戒？然后如果有违反别解脱戒的话，也没有僧团可以做这个解魔法来这个忏悔的话，那这个违犯的戒律要如何忏悔？这样，这答案。我想那个在这个城市里面呢，这其实先应该作为这个大学生想出家的话，我经常这样讲，再三思考，因为很多年轻人呢，出家是一个终身大事，就是不能一时冲动，一定要通过这个长期的这个观察，
对这个人生呢，就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规划以后呢，就是才可以出家。当然，有些人想出家呢，我们人类历史上有很多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也是这个以出家身份来这个现世的，就非常好的。但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话呢，我想可能是一般是以这个别解脱戒的话呢，以居士身份以居士身份的话呢，实际上也可以这个述三归五戒。那么这也是一种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也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四众弟子的这个一类就这样的话呢，在城市当中以这个在家这个身份，属于一些居士界的身份来这个学习，这样也很好。我了解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台湾就是也有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特顿罗布就是很多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法师就经常在这个佛教方面呢跟大家这个交流的，就是非常这个很好的。就所以呢作为大学生，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也好，或者学校里面出来的时候，升起这样的处理性，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呢，就是也很随喜。我也是学校里面刚刚毕业的时候呢，就自己想来想去，就是后来就是干这个社会，在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还是跟这个虚极甚至跟实践人，就是在这样过一个同样的生活，可能没有多大的意义吧。就是后来跑出来这个出家，就是当然我刚开始的时候，对每个大学生知识分子出家的时候呢，我一直劝他们就是再三这个考虑好了以后的话呢，考了在这个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那么当然最后还有几个问题，就是谢谢上堪布的课，想问一下堪布，我每天都会回向给被杀的动物，有些时候记得的时候呢会回向，希望他们如果在投生的时候也能吃素。那么请问堪布这种回向有意义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有呢，请回向给他们往生净土上好呢，还是说回向他们在投生为人，在有佛法的地方好呢？谢谢堪布。我想回向的方法都有很多的，我们回向心愿品如菩萨行人的回向品还有很多的这个回向文当中所念的一样。其实我们回向的时候，不一定自己非要想什么，让他必须吃素让他必须当什么就是让他离苦得乐，就是这样的话范围比较广，就是得什么样的快乐，得什么样的就果位的话，那就是让他自己的随缘感而去，就是这样可能更好。不然的话呢，他万一吃素，就是一天就是实在是没办法吃素，就又吃肉了，这样更麻烦了。所以我们干脆让他那个离苦得乐，就是所有的普贤行愿品的回向呢，就是都这个离苦得乐，终身离苦得乐里面都包括了。那最后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然后呢就基本就今天的问答环节呢就基本结束。那么一位来自深圳的居士，现在在广东粤北的一个城市工作，那边的山很多，那么他希望呢在那个城市多挂一些经幡，要怎么样挂才能如法呢？谢谢上师。其实这个挂经幡呢，我们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就是它的意义。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呢，挂经幡是对这个，比如说有些车祸，就是人死了，在那个地方挂的话呢，那个亡灵呢，就是以后都不会干到，就是在那里就是再次的这个，因为一般的横死的话呢，有500次就是继续还要感受在那里，所以有了这个精气的地方呢，就是不会感受这种恐惧和痛苦。还有呢，我们的这个亡灵的一些骨灰亡灵的一些对他做一些善事的话呢，那么这个挂经幡就是对他来讲是非常有意义、有这个功德的。再说说我们挂经幡，这个对后人来讲，有很多事情不顺利自己的身心不健康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挂经幡确实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具体挂的地方呢，可能
就是根据就是自己啊，就是在比较亲近的地方。就是不容易就是被人这个践踏的地方，还有呢，就是不影响就是大家的这个美观，尤其是在汉地观侵犯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就是好不容易都可能被别人把它圈起来扔出去，扔到垃圾桶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葬礼的话呢，就是观侵犯是大家这个在这个圣上面就是随处可见的，因此在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再三考虑。那么，这里有一位国外的一个听众呢，他就给上司写了一句话，就写说，Thank you for the inspiration， 就是感谢您给他带来的灵感，谢谢上司。让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上司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很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上次也回答了很多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索拉蒂堪布呢，就是还有个别的问题可能还没有回答，那么也会尽力的在我们的慈悲佛网上面来回答。那么大家呢可以上这个简介上面的网址。那么我们现在呢进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最后呢有请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医教授为我们做总结，并赠予索达基堪布纪念品，大家热烈欢迎。好，谢谢。不知不觉2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我想我没有什么总结的，我只谈谈我的体会。在这个2个多小时当中，我想我们已经真实地体会到亲近国土敬。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在给我们讲法，我们的心是在聆听他们的讲法，我们的心就静下来了。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亲近的国土。那我们这个亲近的国土在这儿，然后把它扩大到我们的家庭，扩大到我们的社会，扩大到我们的国家，然后扩大整个世界。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亲近的世界。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很高兴，也非常的有法喜充满，也感谢丈夫给我们带来这种亲近的世界，亲近的心灵。好，再一次感谢丈夫。那么今晚的演讲呢到此结束，那么请大家起立。那么请大家呢以热烈的掌声欢送我们索达基堪布。